英国潜艇再爆丑闻，指挥官在卸核弹的时候竟是醉酒状态，为何此举却让美国人感到害怕？不久前，英国的前卫级核潜艇警惕号停靠在美国佐治亚州的金斯湾基地时，因有35名潜艇士兵被感染新冠疫情而备受关注。美国方面立马声明称，这些士兵是上岸后没有遵守美军的规定，自己跑到城里的风俗场所寻欢作乐，导致被感染的。此丑闻一出，一时间外界对英国士兵不遵守军纪也是颇有嘲讽。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后续这艘英国潜艇再次爆出丑闻，这次可是把美国人惊出一身冷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在10月20号，根据《太阳报》援引英国海军内部消息人士的透露称，英国海军一名专门负责指挥导弹系统操作的英国海军潜艇指挥官在执行重要的导弹卸载任务时喝醉，后续其军官将要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惩罚。根据该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醉酒卸弹事件的发生于停靠在美国佐治亚州金斯湾基地的英国皇家海军的警惕号潜艇上。据悉，当时英国海军士兵的任务是卸载16枚带有核弹头的3x级导弹，而每一枚3x级导弹上均携带了3枚大威力核弹头。可是本应该负责此次导弹卸载任务的指挥军官，也就是中尉伦鲁夫，却在醉酒的状态下出现在了潜艇上。向记者透露消息的海军内部人士表示，当时中尉伦鲁夫的醉酒状态致使他根本就无法正常指挥对3x级导弹的卸载工作，更何况该导弹上还装有大量核弹头，而本应该被该中尉换班的另一位军官当时就意识到他不能以这样的状态指挥任务，因此在面临这样的情况时，该军官果断选择了对上级报告此事。目前因为醉酒而差点酿下大错的军官伦鲁夫已经被英国皇家海军调往了苏格兰基地，并且潜艇也已被派往并驻扎到此地，而对于该军官伦鲁夫的调查也将正式开始。此消息一出，可是让美国人都倍感后怕，不少美国网友在网上都批评英国士兵毫无军纪，并且表示这还是在我们港口卸的，万一出现意外导致核泄漏等事故，坑害的可是我们。英国潜艇兵到达美国后，发现大批士兵被感染病毒，为何说这是英国士兵自作自受？据美国海军研究会10月14号报道，近日英国皇家海军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警惕号在完成对美国东海岸金斯湾潜艇基地的访问后，被爆出有35人在新冠病毒的检测中呈阳性，占了此次到访美国的英国潜艇兵中的1/4。在发现英国士兵被感染后，进一步加剧了英美两国民众的恐慌。如今，美国作为全球确诊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内部也是感染的重灾区。不少英国民众认为，在这个时候，英国官方还要派潜艇访问美军基地，这是个很愚蠢的决定。很快，美国官员告诉英国媒体称，这些英国士兵被感染并不是美军的责任，因为他们在上岸后违反了美军的隔离规则，私自前往离潜艇基地200英里的市区并被感染。并且美国官员还强调，自从此次罗斯福号航母被发现上千名水兵感染新冠病毒后，美国海军基地进行了最严厉的防疫措施。美国官员的话很显然在撇清美军基地与病毒的联系，说明英国士兵感染是因为自作自受。而这一次美国官员说的还真没错。根据报道，这些英国潜艇士兵刚到美国便即刻上岸，前去酒吧以及一些风俗场所寻欢作乐，而回来之后便发现自己被感染上。而美国媒体还进一步补刀，爆出这艘潜艇曾在2017年的时候爆出过船员服用违禁物品的丑闻，证明了英国潜艇兵的军纪的确很糟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美国的现状是什么样？难道这些英国士兵心里还没有数吗？目前美国对疫情的控制可谓是完全失控，感染人数也在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该纪律严明的军队却只考虑到找乐子，他们不被感染都不合适了。不过这样一来，恐怕对美国的其他盟友恐怕也会造成心理阴影。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也是频繁与其他盟友进行联合演练，好突出自己老大哥的地位。但受到疫情影响，美国也是自身难保。最近还有一个新闻是说，美军在向韩国调动驻军后，发现有20多名士兵在新冠病毒的检测中呈现阳性，这也引起了韩国民众的愤怒。一边说英国士兵跑到美国找乐子被感染上病毒，另一边是美国士兵全世界跑毒。
英美这两国士兵的默契度还真的没话说。不过也正是如此，两国对疫情的忽视导致两国至今疫情情况不容乐观，还会连累其他国家。英国媒体报道，一艘核潜艇在英国海岸失火，引起当地人的恐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真相让人哭笑不得？在当地时间10月12号，英国媒体《镜报》在网站上更新了一篇报道，报道称一艘前卫级核潜艇疑似在位于苏格兰地区的英国海岸烧着了。而从英媒配图来看，的确，我们可以看到一艘潜艇在海港旁冒出浓浓白烟，看这样子似乎火势还不小，而且这艘潜艇似乎还是行驶状态的。我们还能看到的是，潜艇旁边有拖床，似乎是赶去救火的。一时间，这篇报道很快充斥着英国的互联网，并引起英国人的热议。不少英国网友担心核潜艇着火会不会导致核泄漏，从而威胁当地人的生活环境。然而神奇的是，还没等到此事在全球范围传开，第二天在英国就基本上见不到潜艇着火的相关报道了，甚至之前《镜报》上的相关报道也被删除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得知真相后，却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实际上，后来有其他英国媒体辟谣称，英国海岸并没有发生潜艇着火事件。那艘前卫级核潜艇之所以冒出滚滚浓烟，只是因为潜艇没有使用核反应堆，而是采用了潜艇自带的柴油发动机前进。但毕竟作为一艘核潜艇，会让柴油发动机显得是动力不足，因此出现了大量白烟。但白烟并不是火灾造成的，而是柴油发动机启动造成的。目前，英国国防部也没有发布任何关于核潜艇着火的消息，也没有当地居民透露出着火的小道消息，而且还有视频证明，当时这艘核潜艇的确是在依靠发动机前行，并且前行过程中冒出了白烟。从各方面来看，英国的核潜艇着火一事大概率是谣言。有意思的是，依旧有不少英国网友表示，这有可能是英国军方为了掩盖真相刻意封锁的消息。不过，从这件事情的反应来看，不管是英国媒体还是英国民众都有些吓坏了。虽然说这次核潜艇着火的消息大概率是假的，但是英国核潜艇情况不容乐观却是真的。在去年的时候， BBC 就曾报道，英国国防部未能处理好已退役的20艘废弃核潜艇，而且其中还有9艘核潜艇仍有核燃料，并且有随时泄漏的危险，这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些核潜艇退役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但英国国防部部门疏于对核潜艇的管理，仅在核潜艇的保管上花费5亿欧元。而正常情况下，20艘潜艇的撤离与维护高达75亿欧元，英国国防部在这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当时这篇报道就在英国国内引起恐慌，很多人担心这些尘封的核潜艇会因老化而破裂，并让核辐射污染当地。不少人在网站上要求官方重视这件事情，将那些很危险的核潜艇进行安全处理。然而，英国官方却选择了无视，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缺钱。核潜艇作为现代军事强国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水下装备，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在很多人眼中，能够参与这种等级的军事人员，应该是经过精心筛选的精英人员。不过最近，英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的事故，就打破了很多人的常识。据《环球时报》在10月15号的报道显示，英国皇家海军的警惕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有35名人员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而该潜艇最近的一次出海行动仅仅是访问了一次美国。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外界颇为奇怪，英军核潜艇人员访问了美军在佛罗里达州的海军基地，但是该基地并没有出现其他的新冠感染者，这感染源到底哪儿来的呢？而且英国皇家海军也没有往外细说整个事件，唯一的回复就是皇家海军与对潜艇行动有关的事件不予置评。就在英国媒体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美国果断揭露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老底，主要是原因太羞耻，不好意思往外说。原来在警惕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访问美军基地期间，船上35名船员并没有严格执行隔离措施，而是偷偷摸摸溜出了海军基地，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可可海滩，并找到了当地一间做皮肉生意的俱乐部兼酒吧寻欢作乐。一夜风流之后，结果就集体中招了。
很有意思的是，根据美国海军发言人克莱多斯揭底，英国潜艇上的人员挑选的地点距离访问的海军基地足有322公里，并表示当地海军基地人员也没有权利阻止英军人员离开，也就没有了解过他们的身体状况。这种反应在外界看来，显然就是坐等着看英国人笑话了。但是仔细想想，美国的疫情早已泛滥到35个人跑出去一夜就能全员感染的地步，恐怕早已突破当前纸面上的数据了。超过800万人的感染，22万人的死亡，恐怕还只是白宫为了掩盖真相下的数据，仅仅是美国当前疫情的冰山一角，这就有些细思极恐了。也许英国人应该好好找一下美国人的防疫漏洞问题，指不定还能挽回点损失。不过话说回来，颇为讽刺的是，英国的这艘警惕号核潜艇类似事故并非首次，在3年前就有核潜艇船员被曝光在访问美国期间吸食非法违禁品，被抓个现行，前后近13名人员遭到开除。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皇家海军一直有着想要重新找回自己当年日不落的辉煌海上实力，但是现实却是英国整体经济实力的衰落，海军规模一直在萎缩。甚至在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砸锅卖铁折腾出了2艘航空母舰，结果却发现自己没有资金造护卫舰、驱逐舰了。设想的双航母编队只有双航母没有编队，这就有点尴尬了。从此次丑闻中也能看出，英国海军的衰落其实不单单是舰队规模的缩减，更多是根本军纪上的腐烂，想要重回巅峰恐怕难了。